为什么不行做到长生不老？我们的细胞分裂会累积基因的突变，那每次要复制一遍的时候啊，它总是有些东西没有复制对，所以呢，它的累积这些错误以后啊，那个细胞要维持正常的功能啊，它的成本啊就越来越高。那一个人也是一样啊，等到我们这个老了以后啊，我们身体很多东西都会乱掉，那维持一个乱的东西啊，成本比较高，那死掉的话呢，这个成本比较低。大家好，我是方世清医师，我在未来健康研究院。这位是 Shirley 小姐。我是 Shirley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呢，我们的养生系列第一集，养生的心法。那我想问就是方医师，因为我们从小就很想要就是长生不老，那想问说，就是到底为什么不行做到长生不老这样子的一个？你小时候也是希望你妈妈能够长生不老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的细胞分裂啊，细胞一个变成很多个嘛，那它一直会累积基因的突变。你知道我们基因呢有2万多个基因，甚至在 DNA 更长。那每次要复制一遍的时候啊，它总是有些东西没有复制对，所以呢，它的累积这些错误以后啊，那个细胞要维持正常的功能啊，它的成本就越来越高，所以它做了好几次复制以后呢，那细胞就有一点乱掉了。那这个细胞呢，没有办法这样子一直很高成本的去维持它的生命，所以它就会死掉。它来那个机会交给别人。那一个人也是一样啊，等到我们这个老了以后啊，我们身体很多东西都会乱掉。那维持一个乱的东西啊，成本比较高。那死掉的话呢，这个成本比较低。所以大自然是这样子考量。所以我们是为了这个大自然呢去死掉，也是有点自杀的味道。这样讲还蛮特别的。比如说你那个手机啊，你手机会不会坏？会啊。有时候就用到如果去修理，那修理要花很多钱，那不如买一个新的。我们的细胞，我们人生也是一样，要修理要维护，比较成本高，还不如换一台新的。那细胞的状况不好，那就是会死掉嘛？那它是怎么死的呢 ？OK， 其实细胞是这样，它环境呢如果很糟糕啊，它自己很乱，或者是环境压力很大，它就觉得说我不要再浪费这个资源，所以它就会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所以它自己本身就配备了一个叫做自杀基因，它启动自杀基因呢，然后就把自己溶解掉了，那叫做细胞凋亡。那我们免疫细胞呢，在身体巡逻，有时候会看到这些老化的细胞、功能不够的细胞，它就会自动把它清除掉。所以我们身体一直在清除这些功能不够好的老化细胞，那这样才会保持这个生命力。对，大自然是很重视这个效率的，它不会让那种不做事的人或做事不够的人在那边留着。那你知道我们那个公家单位有时候啊，10个人的那个上班的人，只有1个人在做事，那9个人在监督这个人做事。那做人力就太多了。那这个体系呢，9个人在监督1个人在做事，他效率不高，他不做事的也不会那个自己说要辞职，所以这个体系就会变得没有效率，那就会有那个竞争力不够。那如果能够就是一直更新这个细胞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长生不老吗？当然你这个老细胞老化就死掉了嘛，那谁会去那个帮他补充那个位置？那就是干细胞。那我们体内那种没有分化的细胞叫干细胞，它负责去分裂，然后分化到一个功能的细胞去替补它。可是这种细胞这种干细胞的分裂它没有说无远弗届的，它一般来讲能够用到50代、60代已经是极限。因为干细胞也是一个细胞它每次分裂一次去补充那个老化的细胞，然后它自己呢，这个也会累积错误所以它不断的累积错误，它自己也会乱掉。所以大自然或上帝它设计了一个机制，在这个干细胞的染色体的头上就有装了一个帽子，
也就是一个重复的序列，就好像一个帽子一样。它每次分裂一次啊，就会少一点帽子，所以它就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。那这个帽子没有办法保护这个细胞，然后到最后它就无法分裂。那如果说在这个分裂的过程里面呢，它都还没有到最后一次没办法分裂，它就自己已经乱到变成只能够分裂，没有办法分化，那就会变成什么细胞？就会变成死掉的细胞。变成癌细胞变成癌细胞。因为它有分裂的能力呢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变成有功能的细胞。它要么就是这50代呢，它就真的好好的分裂到最后一天，它整个体系就老化，然后就结束了。那有时候在这50代以前呢，它每次分裂它都累积错误嘛，那这个错误已经错到它没有办法去成为有效的功能的细胞了，但是还在分裂，所以分裂而不分化叫做癌细胞。癌细胞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这种到最后一团乱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就好像最近我家要整理那个更衣室，到底这个要不要丢掉？比如说买纱毛巾的，其实想要穿一些什么衣服，到时候再去买新的就好了，还会去幻想说这衣服可以买这样子。对。那方医师刚才提到叫做海弗列克极限 （Hayflick limit）， 也就是所有的细胞，包含干细胞，它分裂是有总量的限制的。分裂到这个次数，它累积越来越多错误，它就乱掉了，或者说它没有办法再分裂了，那染色体的帽子呢不见了。那我们不能长生不老，但是我们如何才可以就是再活久一点 ？OK， 那既然呢，细胞分裂的总次数，刚才方医师讲那个海弗列克的极限，大概只能分裂到50几代嘛。对。那走的次数是不变的。那50代到了就要该走了。那如果你每一代都活1年，那50代就活50年了。如果每一代都活2年，那在50代就是100年。所以要能够活久一点，就是要怎么样？活2年，活得慢一点，不要细胞换来换去，换得太快。那细胞为什么要换？因为它很忙，然后它觉得乱了，它就要换一个新的。它死掉了，别人要来补。所以我们要减少基因的活动。让基因呢不要太乱，不要让细胞去自杀。那细胞不要长得太快，不要乱，不要自杀。干细胞呢，你就不要去一直去补嘛，因为它是有极限的嘛。所以如果你活得慢一点，细胞活得慢一点，那就会怎么样？活得久一点，而且中间也比较不会产生癌症。原来如此。就像一台车子你每天都开上山下来的，就提早报销嘛。如果它是一台那个城市的车子，一定要每天顺顺的开该保养就保养所以不要用太多，也不要用太少，就会活得最久。所以基因的活动只是少，我们就可以活久一点。没有错啊，因为基因活动多了，然后它就会乱掉，它就会死掉，又要去补充新的。每一代都活1年，就活到50岁了；每一代都活2年，就会活到这个100岁了，对不对？那基因的活动我们会把基因类史大概有3个东西，黄医师可以跟你分享。第一个就是吃太多，第二个是做太多，第3个是想太多。有时候我们会做超过我们的事情。你看吃太多，你常常都是因为很饿才去吃的嘛？通常我都会，比如说中午的时候，同事可能要叫午餐，我就会想说，好像饿了，那我要不要去吃一下？但会不会觉得不太饿，但是很好吃，你也会吃？当然。所以我们很容易吃超过我们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一天也会有时候3餐加零食动不动5、6餐还有下午茶，对不对？因为吃是一个很开心的事，所以就会吃太多。你每次吃那个基因就要出来活动，你也会买太多你买太多衣服，又要去收衣服，又要去穿它，也是很辛苦。对。那你朋友也会交太多有些这个朋友那个朋友，那也不是很合，甚至还会吵架，对不对？你也会想太多你有时候过去的事情，没事也拿来想还有未来的事情比如在工作公司有没有前途
自己有没有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啊？那另外还有一些别人的事情，有时候会拿来想比如说妈妈都担心儿子啊没有工作啊，学校念不好啊，交不到女朋友啊，工作不顺利啊，把别人的事情都拿来想。所以哪3个太多会累死基因的？第一个是吃太多，对，第二个是做太多，然后第3个是想太多。这些太多就是超过你本分的，这些都是增加你基因活动的。所以你像在圣经里面那个马太福音啊，他就说天上的鸟在飞啊，他从来不担心有没有食物的，他就只有吃今天吃的。然后那个路边那个百合花，他也都不需要特别装扮，他就自己就在那边，就长那个样子。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去担忧明天的粮食，不要为明天的粮食担忧，就是知足于目前。那道家的养生法也是啊，他每天就是无为而治啊，然后呼吸走路啊，不跟人家吵架啊。所以道家养生法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只做必要的事啊，不要做不必要的事。那光是这样做就省很多力气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这样就可以长生了啊，细胞就不会太忙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只做必要的事，不要做不必要的事。这对现代人来说很难。那什么是必要的事情？那什么是不必要的事情 ？OK，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。那因人而异嘛。那必要的事情就是这样，饿的时候才吃啊，吃到刚好的分量。你不要说多吃、贪吃、爱吃这样，就身体就一直堆积嘛。那渴的时候才喝水，喝适当的分量，肾脏也不用太忙。那天气冷了要穿衣服，不要让它冷到。那天气热要少一点衣服，不要让它热到，是不是都很简单？然后与人为善，别人那个买股票中的那个就是赚几十万，你不要嫉妒人家。然后这个随遇而安，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，本来就这样，对不对？你有时候也是运气不好，有时候运气好，所以这6个口诀啊，方案是跟你讲一遍，必要的事你复诵一遍一下。就是吃必要的东西，就是你饿了就吃刚好的分量。那喝水就是渴的时候再喝，那也是喝刚好的分量。然后想的也是，就是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力量，然后就是去做到自己分内的事情。综合起来就是饿了才吃，渴了才喝，冷要穿衣啊，热要少衣啊，是的，与人为善，随遇而安。好，那不必要的事是什么？就是这些事情的相反嘛，是就贪吃贪喝，贪买，什么东西都喜欢堆积嘛。然后这个过度的物质欲望，那精神上有时候也是爱比较、嫉妒，然后爱评断别人，自己自大。那要承认自己是不足的嘛，有些事情不要逞强，对，做不到了就承认失败嘛。人家有一句话说，这个矮子啊，矮要承认，然后挨打要站稳，这周星驰讲的。所以只做必要的事，那不要做不必要的事。那你像一棵树啊，风来了就往哪边倒啊，这样是不是很没有个性？是没错，对。随遇而安嘛，所以有一句话，有一个宁静祷文，就是说，请赐给我宁静，去接受我的无法改变的事，因为有些事情不是归你管的，对。所以你会不会生大病啊？台风明天要不要放假啊？这都不归你管的，所以去接受你没办法改变的事，但是赐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事。比如说你工作要做好，你要认真啊，是你自己要做的。对。那给我智慧去分辨这2者的不同，到底这件事情我要拼还是不要拼？你不要每个都拼，或每个都不拼嘛。这个心态就是这样。光是有这个心态的时候，你的基因才不会太多。那所以就是我们有这些养生的方式嘛，不要不担心，就是这些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事情，避免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过度的麻烦到我们的细胞这样。对，启动基因太多嘛。
那你觉得这样只做基本的，不要做太多的，这样子养生会不会太消极？是没错，有点消极哈。先避开这些不必要的事情呢，就省了你很多基因的活动。是，那这也是一种积极啊，对不对？只做刚好的，不要贪心。像道家那个养生之道啊，他们有一个叫屁股啊，不是坐的屁股啊，是屁股。我真想问，那个屁股哦，就是可能会有10几20天，甚至40天是不吃东西的。那当然，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身体先停下来，然后得到这种那个修复的好处。但是它是很激烈的哦。那有一种叫168，一天只吃一餐，对，16小时不吃，8小时吃。我是觉得4个小时吃就可以了。4个小时，就是一天都早中晚不要吃，只吃晚餐4个小时，好，所以一天一餐，好。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我们不吃东西，虽然会觉得虚啊，但是你不会饿，你会觉得饿到快要昏倒，大部分都是因为你喝一些糖水啊、面包啊，所以才会饿到昏倒这样子。所以少吃、少买、少堆积，名牌跟那些也都多余。像如果你买一台很贵的车放在门口，你也很担心被人家偷走啊，或刮坏啊。对啊。所以要做一些人生断舍离的练习，很多东西都不要去过度增加你的负担。那其实想法上也是一样，不要想太多过去跟未来，就活在现在。你脑力太好了，以前的创伤都拿来这个复习，那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想半天，就活在当下。为什么你一直要去想过去跟未来呢？我觉得是因为人就是有7情6欲，然后会一直去想说，我过去犯了什么错，然后会一直很懊悔。除了我讲说太闲了以外，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会利用过去跟未来来阻碍现在，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有一些不好的经验，你就故意怎么样，利用那些创伤作为借口，然后呢刚好可以过得比较轻松舒服的日子，说我不行了，因为我有一个创伤，所以阿德勒这个心理学家说这叫目的论，你利用过去跟未来的便宜来阻挡你现在，这是你选择。那阿德勒也提到那个人际关系，他说自己的事情都想不够了，还要去介入别人的，然后跟别人的引爆太深了，那互相介入会造成很多心情、精神上的负担，所以阿德勒认为这是不健康的，所以你的烦恼很多都是介入别人的那个想法。那一个人到底要交多少朋友才算是刚刚好，不会增加太多精神上的负担？你觉得呢？我自己的朋友没有到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大概应该也有大概8、9个，是，就是很知心的朋友这样子。你讲的没有错，其实最那个核心的大概5、6个朋友就可以了。有一个人叫做邓巴，Robin Dunbar， 他是一个人类学家，然后他有提到一个人大概要交150个朋友，但他是算所有的这个朋友来讲，最亲近的大概是5个，然后呢再远一点的15个、50个、150个。那这个150个是我们大脑可以承受的那个量，你太多太少呢都不太健康，太多也没办法应付啊，然后大家就每天被这些事情忙得受不了。像我们 FB 就太爱交朋友了，大家一直要交朋友，也不晓得是谁。我们需要有意义的朋友，这样就可以。那我们就是少吃少买少想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消极的养生。但会不会变得就是会有点无聊啊？人生就变得无聊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有做嘛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吃的乐趣，也没有买的乐趣，那整个社会经济会崩盘的啊。然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想，整个像一个呆子一样。那这样虽然可以活到100岁，但是你却觉得太无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我们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满足基本的需求，我们物质上不要堆积嘛，不要乱买东西啊。我们吃的东西也不要一直往身上堆嘛，把自己搞得很胖精神上也不要堆积一些别人的事情。
别的事情呢，我们一直堆积，自己过去的经验跟未来的发展都拿来堆积，都拿来想。另外也不要拼了命看一些手机啊、广告啊，这都会造成我们决策的疲劳。我们每天都占据太多的东西，把我们填满，而且这些东西都会消耗我们基因的活动。那我们细胞为了配合你这些无聊无意义的事情，过度的启动，结果就会早点换细胞，早点得癌症，早点死掉。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，过着一种有节制的生活。那不是像和尚一样吗？和尚整天都没做事，他在专注在一些修行上，在思考人生的道理。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说，你今天省了那些不必要的事，你基因活动就会少，你细胞就可以活久一点，然后它就可以少癌症、长寿。但是你多下来的时间呢，你就要专注啊。你如果1个小时坐在这边都没有书、没有手机，你就会开始专注，然后想出一些东西来，然后想到就去做，而不是每天收集一大堆资讯把自己淹没，然后再说没有时间。好，所以就是剩下的时间就是专注。至于专注什么内容，那就自己去想办法。好 ，OK。这就是为什么和尚都看起来比较年轻。是这样子吗？我觉得。所以我们减少物质的欲望，对，减少精神欲望，其实也会减少基因的活动，那会让我们基因呢这个比较安定，不要一直换细胞。虽然没有活得很光彩，风华绝代的，可是呢，你会比较平静，比较长寿，比较少生病。那剩下多余的时间呢，你就要专注在你想要做的事情。OK， 谢谢Sherry，谢谢各位来宾，谢谢方医师。